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第一个聊的品种依然是国内期货国内期货的生猪，这个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会员约稿。先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生猪这次从上市以来的下跌走势应该还没有结束从周线上来看还没有结束，后期还会跌破之前的低点12360，创出新的历史新低。那么目前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下跌走势当中的第二个阶段。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以及形态来分析当前我们具体处在哪一个位置。首先从上市之日起就是高点是30680，那么这一路下跌走来第一次的跌幅是非常的大，而且第一次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走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五浪下行模式，1、2、3、4、5。在这个五浪下跌之后呢，行情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这个反弹是一个 ABC 的一个形态 ABC， 并且它的反弹幅度也是非常的一个标准，基本上是达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这样一个压力位置。那从这二次反弹的一个高点开始再次向下，我们看到首先第一次的下跌它出现了一个三波的形态1、2、3，那么这一次的下跌走势出现三波形态预示着什么？这里我们要结合第一轮下跌的5波，这又出现了一个3波。从所有波浪理论的形态里面，我能想到的就是说，从绝对的高位下跌这块有可能往下运行的是一个535的一个锯齿形。那这儿3波的反弹已经结束了，目前处于第二轮的五浪下行。这个五浪下行的第一波走了一个3波，那有可能后期整体下跌的一个走势，它是呈现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那么目前可以看下跌的第一波结束一浪结束，反弹的二浪，那么目前其实是处于下跌的第3浪当中，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目前在局部位置出现的这个反弹它其实和上一个阶段的反弹它是属于同一个周期的，和一浪当中的这个反弹区间是同级别的。那因此此处我们可以通过黄金分割找到它反弹的一个压制位置。那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比较明确的一个压力位置，它是位于这个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点位呢是在15064，所以这个点位大家一定要重点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上次这个区间的盘整，它其实内部走出来一个次级别的 A、B、C 三波形态。那这一次有可能这次也是会走一个 A、B、C， 然后反弹到位之后会再次往下直接跌破历史低点12360。因此目前整体的走势，我个人的认为它是处于3浪这一波是属于3浪当中的次级别的区间震荡这个阶段，唯一可以参与的机会就是等待后期二次反弹次级别出现 A、B、C 三波走势，反弹接近15064的时候才具有这个参与的机会。主要原因是靠近压力区域做空止损比较小盈亏比会比较大。从交易的角度来说的话，到了那个时候才比较合适。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依然可以给我们留言咱们主要分析的大类是美股、港股、期货以及数字货币，还有金银油这几大类。那这一次整体的下跌，它最终会呈现什么样一个形态呢？一浪、二浪、3浪、4浪、5浪，终结楔形这就是后期整体这一波从这个反弹高点下跌之后它最终会完成这样一个形态，才能结束这个长期的下跌走势。那么目前我们就是处于中间这一段第3浪当中，所以长期来看下跌的目标远远没有抵达。那如果想要跟上后期的整体做空思路呢，也必须要等到近期反弹到这个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才能再次参与做这个3浪的后半段行情。以上就是今天下午
关于这个国内期货生猪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以及当中存在的可操作性的一个机会。那么由于咱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周线图，所以这个机会的到来需要耐心的等待啊，需要耐心等待。可能这次的调整的盘整的时间啊，和上次是类似的啊，和上次类似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是从2023年的2月3号一直调整到2023年的8月，等于是整整5个月。虽然这一次有可能会比它时间短，但是不会太多。那这一次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它是会形成一个对等或者大于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那24年的12月份往后推，那么至少这个机会的到来大致会在8月或者是11月都有可能。因此当前这个品种只适合于关注啊，只适合于关注，因为目前点位是13465，距离上方的压力位15064啊，大概是差了1600点，止损太大，不适合。因此大家目前是耐心等待更多一些。好，今天下午关于生猪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